菲律宾的侵华人士危险了，美国正在将一份黑名单交给马克思。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忠诚 Talk， 我是卢忠诚。这些年中国对待菲律宾的态度一直是以拉拢为主，哪怕是在菲律宾倒向美国、开放军事基地给美国，威胁到中国南海和台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这个策略也一直没有改变。很大程度上，这和菲律宾国内存在着大量侵华人士是有关系的。然而，这个情况却随着华盛顿一张黑名单传到菲律宾而发生改变。中国再不出手，可能就危险了。日前，美国华盛顿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中国和菲律宾的官方层面、民间层面的日常交流很可能会动摇美国在菲律宾的话语权，这可能导致菲律宾改变当前的立场。因此，美国政府有必要介入其中，打击这群侵华人士。基于这个理由詹姆斯顿基金会还专门为菲律宾的马克思政府制作了一份黑名单，名单上全都是侵华或者有侵华可能的人员名单。有一些呢是经济领域的合作伙伴，也有一些是在菲律宾的华人组织，还有一些是学者，甚至是媒体。这里边比较出名的是菲律宾的卡加延省的省长，叫曼努埃尔。这个人呢，在2月份的时候就曾经站出来主张菲律宾不应该倒向美国，不应该向美国开放军事基地。还有就是菲律宾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埃米马克斯。埃米马克斯认为菲律宾目前没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给美军更大的军事准入权，反而会增加菲律宾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最离谱的是这份名单上还有马尼拉时报，这家媒体算是菲律宾比较主流或权威的媒体，相对是中立的。这个媒体美国人他控制不了，就不方便在菲律宾制造舆论，因此美国也就将这个媒体也算在了黑名单上。事实上，这份黑名单已经算得上是对中国在海外影响力的一次围剿名单，也几乎代表了美国对菲律宾的态度，完全就是以一种统治视角来看的。菲律宾必须无条件服从美国的命令。另外很大程度上，这份黑名单上的人未必真的都是侵华，有的只是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就被列到了名单里。比如上文提到的曼努埃尔，这个人他真的是侵华吗？菲律宾的卡加延省就是吕宋岛的北端，距离台海200多公里。换句话说曼努埃尔极力反对菲律宾的安排，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战端一开，菲律宾卷入其中，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卡加延省。坦率的说这份黑名单对我们中国来说是非常的麻烦和棘手。以菲律宾当前的国内政治环境亲美派占据大头，尤其是背后还站着极度亲美的军方。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菲律宾的那些所谓的侵华名单根本就无力面对这种由美国、菲律宾政府和菲律宾军方的三方围剿。而一旦惨遭围剿，看似被围剿的只有菲律宾国内的亲中人士，可舆论起来之后，更多的是打击了海外多国的侵华力量，让那些人感到不安，造成危机感。到头来受损的必定是我们中国的海外影响力。对此呢，我们中国应该不会袖手旁观，不能任由美菲政府围堵亲中力量的毒网肆意生长，应该采取应对措施了。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